可以倒了啊。当然，最后一个就是要保重你的肉体，要恢复你的肉体感知。你有多少顿吃饭，饭菜不香啊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，饭菜不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OK， 好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要享受美食美酒，你可以不喝酒，但一定要有酒神精神，肯定当下，肯定生命，要尊重你的身体的感知。AI 可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，但是我有一个判断 ，AI 没有身体，对吧？我们人有肉体。好，第二个方向，前面说的个体的改造，第二个是文化的改造啊。那么文化的改造啊，我们看到20世纪的哲学啊有很大的突破，就是对我们自我的突破，以及对语言的突破。那传统哲学就是个三角架构，就是世界是什么，我是谁，和我对世界的认识的结果，就是我们的语言理性这个结果，这个三角关系。当然，20世纪的哲学，包括美国的实用主义，包括现象学，包括新实用主义，包括这个批判理论和符号学，这个法兰克福学派，都让我们回到生活的大地。我们是在世界之中的，我们不是世界的旁观者，我们是活在语言之中的，所以我们的思想也可能被语言和符号所规定的。所以哲学问题，最后最本质的是我们的生活问题，不是关于虚幻的世界，而是关于我们的生活啊。所以呢，我认为这个20世纪的哲学一个最伟大的贡献，就是它摧毁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世界，让我们回到本真的生活世界。虽然后现代主义这个解构主义，他们摧毁大于建设，留下来的一滩废墟，但是这也正好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，可以让我们重建这个就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20世纪的哲学，让我们从虚幻的理念世界走进了现实世界，让我们从彼岸的天国回归此岸的今生今世，让我们从原子个人主义走向关系网络，构成相依为命的生命共同体。第四，让我们从对绝对真理的那种盲目追求当中，回归我们共同体的共识。第五，让我们从个体的良知当中，要汇集出集体的公共意志，要把个人良知要变成社会的文化良知。这个正是20世纪哲学的贡献。那文化良知以后怎么办？一定要变成公共意志。什么是公共意志？就是卢梭所讲的公共意志。这个公共意志就是权力意志，这个是政府的权力意志，法的意志。如果我们的个体的善良意志 Goodwill 变成了社会文化的集体共识，它就可以变成法的意志，就变成立法的依据。立法的依据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社会法律制度环境，从而影响到我们的个体。所以我们看到个体的善良意志变成社会共识，变成法的意志，变成社会权利和利益的分配关系，然后重新回到我们个体当中，那么我们就拥有一个美好的社会。所以社会改造是我们人性改造的起点，也是文明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我们的公务员群体、我们的这个专家学者、媒体人员，可以为我们这个社会改造能做的事情非常多。好，最后呢，我做一个我用5个图片来做一个
哲学史启示的这个总结啊。我们说这个哲学史，哲学就是哲学史啊，那哲学史就是寻找确定性和对抗虚无主义的历史啊。哪5图片我看，第一个就是在古希腊的神话悲剧时代，追问的是命运，连神都逃不出命运的安排。那么古希腊的命运叫波伊拉，在古埃及的这个命运呢叫马特，在苏美尔文明里面命运叫梅，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环地中海的埃及、近东和古希腊，都有一个核心的追问命运。所以这个我们说哲学就诞生于对命运的追问。好，哲学诞生了。那哲学